大家晚安，欢迎来到咸鱼读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人生的悲剧从当个乖孩子开始》。这个书名加上封面的美术风格，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惊悚。不过看完之后，完全可以理解作者的心情。作者加藤第三是心理学家，写了很多大众心理学的书籍。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心理学或是从事諮商的人，是因为自己有类似的困扰，所以才会对这方面的学程感兴趣。所以作者在他的书里面也写了很多他童年时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他父亲的。他父亲营造的家庭氛围还蛮可怕的，导致他少年时期就得了忧郁症。虽然后来痊愈了，但是他应该是希望普及相关的知识，所以就往心理学方面去深造了。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这本书就是在谈讨好型人格。他所谓的乖孩子，就是在适应情绪不成熟的父母之后，压抑自己产生的人格。这种人格长大之后会处处讨好别人，希望获得安全感和爱，就是大家俗称的讨好型人格。他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在描述各种家庭的状况，另外一半的比例则是在谈论这些自卑的人长大之后，在社会上容易遇到的困境跟罹患精神官能症之后的表现。我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这本书里对于这样子的乖小孩长大之后会遇到的状况做了很细致的描述，能够让你蛮仔细的检查自己平常做人处事有没有老毛病有犯。他在书里列举了非常多自我价值不足的案例，比较大众的大概就有这3种。第一种就是常见的乖小孩，也就是因为没有自信别人会喜欢自己，所以委屈自己处处配合别人的人，但是内心又会忍不住诅咒那些他顺从的对象。第二种是玻璃心的人，也就是作者老爸那种人，因为自己没自信，所以一直批评自己没有的特质，需要家人不断的吹捧他，满足他空虚的自尊心。类似我们说的孔同即生贵，或是越没用的男人越会打老婆。还有认真魔人跟道德魔人，会用自己很辛苦为由强迫别人欠他人情债，但其实对方根本没有要他做。不过这些人也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不信任别人，也不信任自己，也无法表露自己真实的情绪，因为他们觉得真实的自己没有人会喜欢。这些人之后不止工作中会被霸凌，找伴侣也会出现问题，因为他们会把错误的童年模式带到恋爱中，不是变成被 PUA 的倒霉鬼，就是变成有控制狂的恋爱暴君。说实话，这本书看完之后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人好像多少都有一点精神病，只是情节轻重的差别而已。虽然童年记忆我们无法改变，不过可以透过了解自己帮自己重塑心态。我想这也是阅读的重要性，能够在离开学校之后继续成长，人类也能传承知识给需要的人。不过这本书章节之间我看不太出明显的分段，他有时候会把成人跟幼儿的心理穿插讲解，或是同样的概念在不一样的地方出现，所以这部影片我就没有采用章节分段的介绍方法。但是如果你看书是比较感受流的，我觉得这本书的情绪渲染力还蛮强的，可能是因为作者本人深受其害吧。这本书是双色印刷，有帮读者适度的画重点，纸质也还不错，滑顺不反光，定价280，图书馆也有。我看的是远流2017年的出版6刷，它在1年内1刷到6刷，应该是还卖得不错。最后祝大家读书愉快，再见。